来，让一下我看。你看，心包填塞，血出的心包里已经压迫心脏了，血压测得到吗？40，强心药已经给到最大，马上做心包穿刺。长生剂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去看看。什么东西没到？把家属带出去，来不及了，准备碘伏吧。来，出来一下。哎，大夫，那个这是我儿子，病人现在很危险，麻烦你出去。穿刺针。大的。血压回升，他是主动脉夹层破裂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大夫，我儿子刚17岁，明年要高考，咱们能不能先保守治疗？现在只有手术一条路，而且要尽快。可是他小小的年纪就要动刀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跟年纪大小没有关系，跟病情的轻重有关。夹层破裂必须要手术，而且要尽快。还有就是手术风险非常高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向东，主任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先天性主动脉窦扩张导致主动脉夹层破裂，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传染病。群豪老师，麻烦开一下屏幕。主动脉受损情况严重，看病人情况，估计心功能也不好。主任，百里，病人家属签字了吗？终于签了，我把风险和并发症一条一条的跟他解释了一遍。哦，那你赶紧刷手去吧。哎。主任，你刚才那针实在太冒险了。心包穿刺确实能够缓解填塞，但是心脏在解除压力的瞬间，万一它撕裂的夹层大面积破裂或者出血，那人就没了。你那针，看来惹上官司的概率可是比救活人的概率高。再危险也得救，总不能看他活活憋死吧？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准备开始手术。魏朝阳，怎么样 ？ICU 转回来时有没有输肺的？好多了。多谢唐主任救了我儿子的小命。我在问你儿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唐主任，我儿子什么时候能下床活动啊？他术中跟术后用了大量的血管活性药，所以要多休息2天，现在还不能。不过你很勇敢，你已经闯过一大关了，很不错了。我看看你伤口，别担心啊。上面打开一点就行。可以，长得不错。绑得再紧一点，好好休息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唐主任，谢谢唐主任。这么大一台手术，术中还有心栓，一关体外循环就心脏停跳了，上了2天埃克莫才缓过来。哎，没想到就这么几天就又整回了病。那还好，病人年轻嘛，身体素质好。是。王斌，你打什么哈欠？这2天忙得脚不着地的是我跟江百丽。
你说廖晓波这小子啊，相亲不成，恼羞成怒就休年假去，那一大堆病人都交给我了，哎呦，累死了！累死你了，活不都我干的吗？于护士，主任，上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，科室会上特意强调过。我是在看新闻，上面是说第一医院的事。第一医院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主任，我先去换药了。对了，百丽，哎，等一下接台手术能不能提前一点？我今天想准时下班。啊，没问题，我去那个协调。嗯。主任再见啊。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准时下班，这不像这个女魔头的风格呀。哎，老秦，这么叫就太难听了吧？休息的时间都用来起外号了。嘿，主任只是偶尔凶那么一羞羞啦，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好了一起反革他吗？怎么这成铁粉了？这叫你说说这两个人。哎，老秦，这事儿你别问我，我跟大家一向是共进队的。啊，周达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您好，这个鲈鱼给我来一条吧。等一下。韩主任，哎，叶主任，你可算搬进来了。我今天刚好没有手术，然后就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叶主任，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个房子，我应该今天请你吃饭。我们给你买个菜吧。还买鱼啦？你家真干净啊！还行吧，我平时呢喜欢打扫卫生，放松一下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快进来坐吧，菜马上就好了。叶宁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缺点啊？谁说的？那是你没看出来。哎，你尝尝那鱼，看合不合你口味。那我尝了啊。哎。来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哎，我听刘峰说你是一西北人，怎么那么爱吃鱼呢？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听大人说，吃鱼可以让人变得聪明。我想，做心脏外科医生一定聪明才行，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吃鱼。你小的时候是多大8岁。8岁，8岁你就想当外科医生了？你该不会也是外科世家吧？不是。爸给你擦擦，能舒服点。谢谢爸。跟爸还客气啥？爸得谢谢你。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真牛。哎，等这回出院了，你可得加把劲儿努力学习。你这一住院，功课落下不少，爸知道你辛苦。等你明年考上好大学，你想吃啥，想玩啥，爸都答应你。哎，你说你爸，就只读到了职高，这辈子就没什么盼头了。爸就盼着你成才。爸，我腿有点疼。腿疼？右腿。你是不是躺时间长了，麻了吧？我在干嘛？喂，张美丽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今天一个病人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医院。那煮菜，要不然热热。晚上再晚一点，或者是明天带到医院。谢谢你的鱼啊，谢谢啊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吃晚饭的时候，后来就越来越疼。唐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腿上长的这一大片一大片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手术后的并发症的一种。魏超元入院的时候心功能很差，所以术中术后注射了大量的血管活性药。可是这种药会导致周围的血管收缩，这样的话下肢流血不畅。先用药试一下吧，看看效果。那不会有事吧？现在还不好使。陈百烈，泵入肝素、罂粟碱，注意下肢保暖，要增加血流，时刻关注他的病情变化。行，那朱永新。去吧。爸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别着急，这不大夫都在给你治呢吗？唐主任，你们来了。朝阳说他腿还疼。主任，一直在用药，但是效果不太明显。加大药的剂量，2倍试一下，马上请骨科过来会诊。好。用了药之后效果并不好，我们需要紧急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有情况会马上通知你。好，好。爸，没事没事，坚强点啊。这个情况很不乐观，肌肉都已经坏死了。我昨天守了一晚，进展很快，似乎很难逆转。血管活性药用多了就是这样，但如果当时不用的话，病人也就没命了。这是个两难的问题，无解。等骨科的会诊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决定最终的治疗方案吧。要不然搁墙上。处长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隐蔽一点的位置比较好，您说呢？欧阳处长，又来检查卫生吗？今天真的不是，因为第一医院的事情，所以咱们院要全面提升安全措施，护士站统一安装1级报警设备，门卡呢也要全面升级。第一院怎么了？昨天于护士也说第一院，你不知道吗？第一医院昨天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医事件，眼科的一名医生在门诊被他的病人砍伤了。我问过第一院的人，这个人多处颅脑外伤，昨天抢救了1天，现在还在昏迷，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你们认识这个医生吗？不认识，但大家不是同行吗？我们这些老员工还好，这件事啊，对于一些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来说，还是打击挺大的。从昨天到今天，大家情绪都不是很好。我们还决定送花过去，表示慰问一下。那就以新万中心的名义送吧，科室报销。好的，主任。汤主任，心脏外科也是医患纠纷的高发科室，你要多注意啊。以我的经验，这种事情可能会有连锁效应。知道了。根据刚才会诊结果，应该是要截肢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？病人年纪太年轻了。他是肌肉坏死，是大量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所致。听江百烈说，病人术后还上过 ECMO。当时没有办法下新飞机，所以上了 ECMO。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上 ECMO 导致的。这种情况，每年在心外都会发生几个，都是由我们骨科给做的截肢。对于他的腿，我建议截肢，越快越好。
并发症，整个腿都黑了，必须截肢。可是病人才17岁，家属怎么都不同意。这么年轻啊？家属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说不截肢的后果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等到毒素到达一个不可控制的程度，那最后的结局就是……对。喂，杨蕊。哈？药已经用了2天了，情况还在加重。还记得那天我给你的建议吗？目前只有截肢，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。急诊那天，你跟我说手术是唯一的办法，现在又告诉我截肢才是唯一的办法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们外科大夫，只要病人不开刀，你们就不开心？因为不开刀就赚不到钱，是吧？魏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主任肯定是为了病人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反正我不同意。你们继续治，必须治好。还有，不能把截肢的事情告诉我儿子，不然我和你们没完。做得对，这些大夫就这样，只顾自个儿方便，哪有来做心脏手术给孩子把腿切了的？你呀，坚持住，别被他们唬了。咱自个儿的亲人呐，自己保护，不能指望这些大夫啊。白练，密切关注魏朝阳的生命体征，继续对症治疗。知道了，主任。可是他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可是家属不同意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。龙大夫，魏朝阳情况不太好。朝阳，你别着急，大夫马上来。大夫，我儿子说他喘不上气来，面罩。魏朝阳，坚持住。
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呼吸不行了。气管插管上呼吸机。别麻醉，去送药。来，快，拔。脚步。可以了。主任，这孩子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，再接下去就是肾衰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节制那就晚了。我跟魏建国谈过了，可是他还是不同意。他没有办法接受来做心脏的手术，最终需要截肢这个逻辑。不是，这道理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现在就像被捆住了手脚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孩子走向死路。你说这样的治疗还有什么意义？小一点声，现在几点了？想把所有病人都吵起来吗？就是觉得太憋屈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那孩子才17岁。副院长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吴明丽女士，这是杨瑞先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哎，好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了。副院长，你男朋友对你也太体贴了吧？罗大小姐，还不快去忙？你现在很闲吗？去年就送了蛋糕，今年又送，这蛋糕看着真不错。我去跟他们说中午有甜品吃了。好，那就中午给大家分了吧。不过千万不要闹腾，不要跟我过生日了，毕竟这里是病区嘛。知道了，那我们悄悄的过。好吧，那就帮我放到休息室吧，谢谢。怎么了，朝阳？你的腿保不住了，必须要截肢。那男孩太可怜了，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，他真的很想活下去。那我们也没办法。我知道。去吃饭不？我就不吃了吧，没胃口。那你帮我看一下火车站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们心外可真行啊！别的医院是担心病人暴力伤医，你们倒好，直接殴打家属。你们是土匪吗？这时间选的也真够绝的。第一医院刚刚出了这事儿，医患关系最敏感的时候。你去问一下龙向东，他是嫌我命长，想气死我吗？院长，你消消气，我骂过他了，也让他跟家属道过歉了。骂管什么用啊？打人犯法，懂不懂？谁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？应该是急火攻心，他认罚。院长，你想怎么罚就怎么罚他。算你识相，停他手术。换一个吧。你还有脸包庇下属？你不说听我的吗？进。心外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性质非常恶劣，必须马上处理。欧阳，你别着急啊。这个龙向东，我跟你说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是着急上火。什么龙向东不是故意的？你说处理什么？处理病人家属。他说了要医生偿命，这样的话都能说，那是典型的医闹分子。我打算从保安处抽几名保安到心外值班。不行，病房不是监狱，保安不能进。我觉得可行，让保安穿便装，别穿制服。不行，必须穿制服，震慑医闹分子。绝对不行。心外病房都是等着心脏修护的病人，保安在里面走来走去，病人怎么休息？病人的命是命，医生的命也是命。刘峰，你说，刘副院长，给个决断。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我把话搁这儿，除非从我头上踩过去，不然保安不能进行外。从他头上踩过去我没有意见，但是保安必须进心外，今天就进。这俩女的，这跟谁发号施令呢？我才是副院长。哎，叶一鸣啊，那什么，你再帮我一次呗。龙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再怎么着急不应该动手啊。一想到魏建国说的那些话，还有第一医院的事儿，我就没控制住。那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现在想到了。我们控制不了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呀。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赶紧把手冰敷一下吧，不然明天怎么做手术？你心情不好？刘峰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对，听说那个家属威胁你。人家没有威胁，只是一时生气，着急而已。做医生这么多年，这种话我听多了。魏建国不会做什么的。可是，你怎么就能这么确定？那天晚上给魏朝阳手术的时候，手术中他出现严重心衰，脱不了心肺机。我出来跟家属商量，病人现在的情况是很难脱心肺机。如果要让他下手术床的话，要用ECMO，靠机器代替心脏工作一段时间，看心脏能不能恢复。ECMO费用很高，坦白讲，人财两失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当然，这个决定需要家属来定。唐蕊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15万6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就把房子卖了，人财两空。我认。
就相信你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虽然我知道术后的并发症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是想想，我还是……但你还是很内疚。对，很内疚。你知道吗？在国外，如果出现这样的医疗纠纷，律师会告诉医生说，不要表现出有愧疚感，还有，千万不能说对不起，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都有可能将来在法庭上来指证你有罪。可是真的，如果像欧阳真宇说的那样，让保安进病区，那我们成什么了？就像有的人说，其实外科医生跟屠夫只有一线之差。魏朝阳，朝阳，魏朝阳，朝阳，魏朝阳，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我看看。主任，你看，两条腿都已经。除颤器快点，除颤。292，给电，给电，给了。再一次，292，292，充电，给电，再一次，292，292，充电，给电。今天必须截肢2条腿。什么？2条腿？你不说是1条腿吗？你已经看到了，另一条腿已经病变了。魏建国，我之前就告诉你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刚才是因为血钾太高了，所以心脏骤停。除颤是除回来了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人带着血液透析机，都控制不了他血钾升高的速度。如果心脏再停一次，人很可能救不回来了。魏建国。没有腿人是可以活的，但是没有心脏什么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儿子现在昏迷不醒，你是唯一能替他做决定的人，你别这么固执了好吗？你是他父亲，他求生的欲望那么强，魏建国，你要剥夺他生存的权利吗？唐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。截肢是目前剩下唯一的办法。魏建国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保腿还是保命？保腿还是保命？保命。还以为会大闹一场，没想到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唐主任，刚下手术啊？啊。唐主任，回办公室呀。啊。龙向东，楼下通道的门怎么锁了？
啊，我打不开，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开一下？故事，卫士，唐主任，我是来感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，谢谢。李难道，主任。对龙向东打人的处罚已经执行下去了，他本人没有异议。如果医院决定在病房安排保安执勤，我会配合。这事情欧阳报到院长那儿，开会已经否了，影响不好，以后再说。有个好消息，第一医院的眼科医生醒了，脱离了危险期。据说，当时有个老病人推了凶手一把，这医生啊，躲过了致命一击。有人问老病人，就不怕凶手反手给他一刀吗？你知道老病人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这老病人说，他的病是这医生治好的，当时就没想这么多。不过后来想想，也挺后怕的。想明白了吗？什么想明白了吗？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，是该亲近还是该防备？都不是，他们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希望我们和他们能够多一些互相理解吧。天哪，什么都没有。饿死我了。
就是那2盆，还有这些你都拿走。这么多？对啊，放我这儿，我也养不活。不是，话说你这屋怎么一点家具都没有啊？你要是住这儿，还不如住值班室呢。如果买了家具，就意味着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。新的生活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不如你先试着买一件呢。比如说，先买一个桌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循序渐进的再买其他的。新的生活肯定是要开始的，这么凑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。好像听起来也不错，可以试试。进。一大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走。问一个问题啊，冰岛有多少人口？冰岛有多少人口？我哪知道？有30多万人。所以呢？自己看。新伴侣3代人工心脏进军欧洲、冰岛等国获批进入临床实验。这款人工心脏使用了最新的磁悬浮技术。初步计算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佳宇，整形外科。这个造影你帮我盯一下。好的，廖主任。哎呀，你看了吗？看你怎么行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休假休爽了啊？在家又吃又喝又玩的，哎，害得我在科里替你看管病人啊。刘主任，其实都是我在看。是。没有吃吃喝喝。我也就是一天睡个10几个小时，太不习惯了。都顶我3天的觉了，成心气人呢。你们以为我想休假呀？你们又不排我手术，我这手都痒。主任，哎，主任，哎，整形外科于主任转过来个病人，他过来跟大家说一下病人的情况。哦，哎，于主任，进来呀。哟，双弟，嘿嘿，哎，上次在你门诊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唐主任，有秦大东在，我没办法说明情况的。为什么？秦大东对我们整形外科有偏见。嘿，他在院里好多场合下都说那种侮辱性的语言。他公开叫我说是双眼皮缔造者，就刚才说那个双弟。我们整形外科不光是做双眼皮的，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唇腭裂的修复啊，给烫伤患者做治疗。反正我们单做的事情很多的。就说昨天我还给一个病人切了一个巨大的黑痣啊！妈呀，你都会切黑痣了，双弟，你现在神医了，来了。有出科的活吗？刚才那个廖主任这有一个血管教育。把单子给他。啊？你干嘛给我呀？你要么消失，要么1个月做2主。不是，我去，我还是去吧。哎呦，双弟，开玩笑呢，别这么认真呀，双弟。哟，辛格的双眼皮，真帅。跟你不熟。好了，于主任，忽略他，你继续。那个，
那我说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啊。这个病人呢是预约下个月做这个隆胸手术的，哎，今天来做这个术前检查，拍这个 X 光片，我一看个这个 X 光片，哎呦吓一大跳啊！我赶紧就把他人带过来了，你们看看啊，这个心脏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巨大心脏。徐明珠，于主任呢？啊，于主任回整形外科了。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什么病？我该不会得癌症了吧？我认识一个女的得了乳腺癌，我该不会也是？我们这是心脏外科，你怎么可能得乳腺癌？那是哪病了？主任，有人找你。哦。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比如心慌气短、咳嗽之类的？好像是有一点。我这些年总是感冒，然后身体确实有些不舒服。我给你听个心脏。好。2件半杂音，再加上你 X 光的检查结果，初步诊断应该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你可能需要手术。手术？那我能不能跟隆兄一起做？徐明珠，你得的是很严重的心脏病，不止心脏瓣膜有问题，而且还导致了巨大的心脏。你的心脏比正常人的要大很多。心大，这不是好词儿吗？要不我先做隆胸，然后再做手术？不行，生理上心脏大是非常危险的。最近你都不要想隆胸的事儿，先把你的病治好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我该小的地方大，该大的地方小呗。意思好像也都对。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先收你入院做检查，然后我们给你制定手术方案。给病人查链球菌、血沉、C 反应蛋白，再做一个心脏彩超，传导估计也有问题，再做个心电图吧。好。那个能不能让做的医生呀？谁？他？为什么？看见长得帅的人，病也好得快一些。好，那就江百烈负责你所有的检查。辛苦了，少哥。这个有点惭愧啊。你先把病服换了吧。那病人的检查就是江百烈负责。周达，你去 ICU， 龙向东，你跟廖晓波跟我上手术。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！一直往前走啊，过了那个门就是。再往前，对，就那个，对。廖晓波。那个病人问我宋主任诊室在哪儿，我就给他指了指路。那个病人不是我上周出门诊的病人吗？他找宋主任干嘛？病人改变主意了呗，想换医生，这我也管不着。唐主任，要不咱们就实话实说吧。你说我在你这儿呢，只能给你添堵，要不你就放我回宋主任那组，我保证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廖晓波，你是哪来的自信，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中医底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收拾你办法多着去了。唐主任，这个你看赵颖那边扣了咱们重病组好多的单子，都说是这个报告没填完的什么什么。这怎么办呀？给廖晓波吧。今后咱们组所有的文职工作都交给他做。得嘞。不是主任，
今天好不容易排了我一台手术，我想上手术。不用上手术了，从今以后你就留在办公室补报告。万一有什么新来的病人，你好给他指路啊。宋主任办公室该怎么走？哎，你替他上手术。得嘞。我说唐主任，这个手术，恭喜你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！哎呀，姐，你们就这么让他为所欲为吗？哎呀，你就知足吧，歇假歇了那么多日子，都不想上班了吧？啊，我这跟他申请歇假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一次次的都给我本回来了。哼，哎，得了，我上手术去了。我的天啊！徐明珠，护士来给你抽过血了吧？现在做心脏彩超。小哥哥，你叫我江医生吧。哦，江医生，我想问你啊，我那个手术也会留这么大的疤吗？你别在网上瞎找这些图来看，自己吓自己。这个开胸手术呢，创伤确实是比较大，但没有那么严重啊。那我还怎么穿舞蹈服啊？什么舞蹈服啊？有个电视剧试镜，那个角色要跳舞，舞蹈服好大的领子呢。对了，我还想跟你请假呢。我突然好不容易弄到了试镜的机会，就是今天，我现在就走。不行，你别乱动。昨天唐主任跟你说半天，你也没听进去。你现在的病情很严重的，你不能像平时那么蹦蹦跳跳的。而且做手术之前，你不能离开医院，知道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那是因为你心大。你侧身躺好，把你伤阴解开。就出去1个小时行吗？不行。我帮你。这还真有点吃撑了。今天终于抢了鸡腿了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食堂踏踏实实吃过一顿饭了。那不是因为您这大忙人恰好今天没手术，我都吃3天鸡腿了，多幸福呀！那要不咱俩换？哎，宋主任组不一向手术最忙吗？你怎么能吃3天鸡腿啊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廖主任不在，宋主任少了一员大将，人手不够，只能减少手术量。哎，江美丽，什么时候把廖主任还给我们组啊？这是人事方面的事情，超纲了吧？你少来你！江美丽，那不是中评组今天刚说的美女吗？徐明珠，哎，徐明珠，徐明珠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这心脏不能这么跑，别跑呀！秦主任，您电话一直在响，别理他，肯定没什么正经事儿。看见谁打来的了？前西3号。啊，括弧，千万别接。我知道了。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不错的。是啊，实际手术时间确实比预期的要短。哦，对了，主任，你这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去趟 ICU，周大让我过去帮个忙。去吧。干嘛还这么夺命连环，靠我这做手术呢？啊，点点病啊？检查了吗？肾病。主任，今天中午徐明珠心脏骤停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她不听医嘱溜出去参加什么试镜，还好除症给除回来了，目前看没有脑损伤，您去看看吧。唐医生，我知道错了，刚刚江医生已经训过我了。现在情况还算稳定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链球菌阳性，这个是彩超和这个心跳。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伴2尖瓣反流，合并巨大心脏。你需要做左心房折叠术，还有2尖瓣换瓣。换瓣有生物瓣和机械瓣2种选择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。详细的情况江医生会跟你解释清楚。我建议你找你的家人还有朋友来陪你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。可是我家里人不在这儿啊，江医生，你
躺下。这手术会留疤吗？太难看了，我不想留疤。徐明珠，你刚才差点命都没了，因为在医院，所以才抢救回来，在外面，可能就救不回来了。现在你关键的不是美丑，是要活下去，你明白吗？可是好看对我来说就是命啊。唐医生，我给你看，这个是我靠辛苦打工赚钱，给我爸妈在老家盖的房子。其实，有的时候除了外表，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。我又不像你，你有那么聪明的脑袋。可是如果我没有外表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徐明珠指定你做她的医生，你就得对她负责啊。这次是救回来了，如果她下一次再擅自离开，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？主任，这事都赖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，真的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我记住。不可以有下一次。不可以，绝对不会。把刚才说的这些都给他记下来，好吧？哎，主任，哎，刚才那个患者的医嘱我已经写好了。嗯，哎，秦大忠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待会儿还得 ICU 看个病人呢。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啊，真的？嗯。这个剂量，这个剂量太大了，减半吧。哎。我可真走了啊！别墨迹了。拜拜，大荣叔。哎，刚才听见说什么秦大忠前妻3号是谁啊？啊，大忠说他离过3次婚，但其实那只有2人前妻。这个前妻3号跟前妻1号是同一个人，离了婚又复婚又再离婚，好像叫石什么我给忘了。他们有一个女儿，叫点点对吧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没听大忠叔说过。您干嘛问这个呀？我今天刚好就听到说，好像点点生病了。啊，严重吗？不知道，希望没事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那个钥匙忘那儿了。那个主任，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啊。跟我进来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家里这丑闺女病了。点点。哎，你说说，我能不能请几天假？我前妻根本照顾不了她。你今天给我打了1天的电话，我根本就忙不过来。而且咱们科里，你说现在这么多事儿，我也不想麻烦你们，所以，我毕竟是点点的爸爸呀。行吧，那你先休假。如果需要住院，还有其他什么的，尽管开口，别客气。那我能歇几天？我听你招呼，谢谢主任啊。你好，请问找谁？您好，我想咨询一下人工心脏的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帮你叫一下我们主任。唐主任。就是这个报道，人工心脏。是的，这个新闻我看过。这个没有。主任，给我看。这个是进口器械，目前还没有进中国市场。不过我们国产的人工心脏也在研究当中。真的？那什么时候能给人用？这个时间还不能确定，因为研发出来要先在动物身上试验，到底什么时候能用到病人身上还不知道。这样，你是带着病历吗？对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好，谢谢您。
我来吧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送家具的来你们家好几趟，你都不在，晚上手术。没有手术，昨天去王海明那儿，就是那个研发人工心脏的工程师，我去催了一下进度。怎么样？王工，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样机缩小的方案有了吗？我还没有开始想呢。还没有开始想啊？啊。我做一件事情之前，必须要仔细的查资料，然后要充实这里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。你能不能加快点速度啊？不然的话，病人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上人工心脏？病人什么时候能用上人工心脏，不是我考虑的范围。我要做的就是研发一台完美的血泵，然后急不得的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心里的完美血泵是什么？严谨、高效，而且超前。那你完了。我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新伴侣3代就是磁悬浮，已经在美国上市了。现在他们已经要拓展欧洲的市场了。等你充实完这里，再慢慢研发。等你的人工心脏上市的时候，全世界对这种技术已经没有新鲜感了。那你的超前是不是就失败了？我送你8个字：时不我待，迫在眉睫。整体来说还挺顺利的吧？希望早一点进入动物实验。那就行。病人吗？好了。徐明珠，过2天就要手术了，你确定不通知你的家人？怎么了？还为了手术留疤担心呢？担心也没用，还是先保住小命吧。不留疤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疤痕有长有短，正常的开胸差不多有这么长吧，但是有一种小切口，可以控制到这么长。真的呀，唐医生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东西盖一下呀？唐医生，我能做小切口的手术吗？小切口也是可行的，只是手术室也报了不够，手术起来有些困难，需要给我点时间。谢谢唐医生。主任，这个真的能做小切口？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我也没做过小切口，只是在资料上见过。咱们科那个邱主任小切口的专家，跟我跟宋主任关系都贼铁，这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你了。邱主任能不能帮我，廖主任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去抄病历吧。啊，对了，这2天秦大中休假。他的活儿大家分一下，没问题。准备一下吧，上手术了。好，不是主任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啊。不是，老秦那手术我可以做啊。潘主任，叶主任，你有手术在5天对吧？对，一会儿2台夹层。哦，对了，你认识我们科的邱主任吗？你认识啊？怎么了？我有个病人要做小切口手术，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刚才我去咨询了。但是他支支吾吾什么都没说。这很正常。这宋主任和邱主任很熟，但是我觉得邱主任人挺好的，关于病人的事儿，他应该不会那么吝啬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小赵，你怎么了？宋主任台病人不知道哪里心脏大出血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去取血。你去5间跟他们说一声，我晚一点到。血回收。走得快点啊！这出血点在哪？宋主任，需要帮忙吗？张主任，你上台帮我检查一下。我马上刷手。好。快回收血！你拿血的回来没有？打电话催一下。
扎步。你摸，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真直。真直。4个零的线。4个零的线，快。主任，学员回来了。继续手术吧。唐主任。嗯。谢谢。嗯。徐明珠，你又想开溜啊？我真的生气了啊！江医生，我正找你呢。你要去哪儿找我呀？我要面试，你能不能把办公室借我用用啊？行吧，那你就在这儿面试吧，我就先去忙了啊。啊？你不陪我面试吗？我这是个小小的住院，总有很多事情要忙的。哦，对啊，你不许再溜出去了。嗯，知道了。面吧，加油！面完了，怎么样？哦，反馈不错，需要等通知。那怎么感觉你闷闷不乐的呀？你是担心你这伤口的事吗？主任都说了，帮你想办法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就是遗憾。啊？我的第一大遗憾，就是我还没被人亲过。怎么可能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？我是什么样的女孩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是，你说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是那样的女孩，我是说你是这样，就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常总，副主任，吃饭呢？啊，哎，我等你呢，我知道你会来。我刚才在冰箱里看见切着米浓的盒饭了。这个呢？什么？你看看，看看，小切口。这是邱主任的武功秘籍。邱主任可是我们安和的灵魂画手，每一台手术他都画。这一册呢是专门关于小切口的，各种情况都有，你看看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这都被你搞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不是借我了吗？先吃饭，然后。
徐明珠，护士长让你找我，哪里不舒服吗？江医生，嗯，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要不你帮我把我的弟弟喊徐明珠，你这个遗憾我可能完成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医生。还有第二点呢，我觉得这事儿是个挺重要的事情，你还是应该找一个就是你真正喜欢的男孩子来帮你完成。你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子呀。我帮你叫麻醉医生吧。哎，江医生。你说。手术疼吗？不疼，放心吧，啊。化掉冷眼的情绪，俯下身，一瞬间才发现。主任，麻醉完毕，准备手术，手术刀。镊子。还没到探视时间，女士，没到探视时间。你要是找哪个大夫啊，你给打电话，让他出来接你。我打了，联系不上，要不你帮我找找秦大忠。秦主任，你找秦主任啊？秦主任休假。你是他病人吗？哦，我跟他是一组的。我是他前妻。哦，那我知道你们不是在家照顾孩子吗？点点生病了。我就是带着点点来找他的。兽医说了，点点是肾衰竭，他现在需要住院，还要做手术。秦大忠答应我的，他来承担。结果呢，电话不接，人也消失了。兽医，你看，多可怜呢。他是点点，点点是条狗啊。怎么了？从这么小我给养这么大，这当然是我孩子，那我就是他爸爸，我又没说他是人，这是你理解有问题。我理解有问题啊？那你没用他诱导我来骗假期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欺骗？我孩子就是病了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。问题是我前妻她没让我去，我就去不了了。但我一想，反正我也请假了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歇几天呗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也是哈，假都休了，反正已经回来了，今天开始工作吧。那今天的手术你一住吧。没问题呀，我这就准备去。缝皮要用美容针啊，得把你从前的专业用上。这话我怎么没太明白呀？这美容针跟我的学这专业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明白啊？20年前滨城小镇颇有名气的整容外科医生不是你吗？秦大忠。你怎么知道？实力告诉我的呀。在我告诉他你用狗假冒孩子欺骗假期，他听了就火了，立马说要请我喝咖啡，说要跟我讲一讲你的底。我说我没有时间，不想听。他说你一定得听，听了绝不后悔。我就去了，听了之后果真没有后悔。你从前够精彩的。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，尤其是不能告诉整形外科以后，尤其是于主任，我老跟他们谈比较。秦大忠，你挺逗的，你本来就是整形外科，你为什么老挤兑人家其他的整形外科于主任他们？我又不是说诚心要取笑他们，我就是见到他们我就压不住火，我这嘴也有点碎。你那是碎吗？你对人家是人身攻击。行了，甭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你不会真跟于主任他们说吧？唉，我可以不告诉。
什么条件？说。可以啊，秦大壮，你挺上道的，是吧？我现在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以后就不要像从前那样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就把你从前这点事儿发到医院的群里。你也不在医院的群里，有谁会拉你进去？这是重点吗，秦大壮？好吧。那从此以后，我就赴汤蹈火，马首是瞻，行了吧？那还有2点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说。今后不要总是瞧不起人家整形外科。还有一点，你前妻带狗看病的钱，赶紧转给他。哎呀，我这2天假歇的哟，亏了。喂，我刚下手术。我去找你吃饭吧。哎，丽英，来。哦，你忙啊？那好吧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丽英，你那麻醉医生还没追到手啊？这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你那隔的是金刚砂子。他要是好追，我还不喜欢他了呢。反正他迟早是我的。哎，你尝尝，给你点的。谢谢。知道你喜欢这个啊。还真哦。主编，大家都在呢。主编，我说个事儿。小张。安和医院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，我听说他也要参加人工心脏研发大军了。你去采访一下，探探虚实。主编，我这手头上好几个活呢。安和医院，主编，我去。哦，对，丽英最合适，她跟安和医院那可真是缘分不浅呢。那就丽英去吧，好好干。人工心脏这个选题很重要。谢谢主编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薛老。让你久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请进。来，请。你先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这个会啊，刚开完。我也是来的仓促。小刘啊，咱们可好久没见了。可不是嘛。这几年没见，您身子骨还是这么硬了。行了，别忙了，我喝过了，不渴。薛老。您是新外界的泰斗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找您。用不着，麻烦你跑一趟来找我。哎，对了，您找我这么着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心脏呢出了点毛病，想来你们安和做个手术。这是17床的冠脉造影，提示的是冠心病双支病变，前降之后回旋的狭窄程度都超过了90%。这个患者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换。
主任，你在画什么呀？我看邱主任把手术重点都画下来，清晰明了。我也想试试。怎么样？看得懂吗？下个病人。您选择在我们安和做手术，那是对我们心脏中心莫大的信任。我们当然120分的欢迎，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：您做什么样的手术？冠心病，搭桥手术。那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不去仁外医院做呢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仁外医院的老院长，虽说退休了，但是现任院长也是您的入室大弟子朱伟宁啊。我知道，你接着就会说，做搭桥手术没有比我那个二弟子顾英雄更合适的。可不是嘛！除了朱院长，仁外大主任顾英雄是最出名的，在搭桥界人称亚洲第一刀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跟您最亲。对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不在仁外做。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。伟宁飞来飞去，忙得很，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。顾英雄，就他那较真劲儿，我要是让他给我做搭桥手术啊，不知道得跟我做多少检查，才能把我推到手术室去。我就想知道，您想找哪位医生为您主刀呢？就是你们最近来的那个女医生，唐佳瑜啊。对，就是她。哦，对了，我来你们安和做手术，一定要保密。那也就是说，等着手术的病人有8个，那 ICU 术后等着转出来的是几个？6个。而且我们现在的手术量和病床周转率也都提高了。不像某些组，少了某些人，好像连手术量都少了1/3。那是，宋主任就不会让我去补病历。手术给我排得满满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没有我，宋主任组的手术量也是排在全科前3的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没时间写病历啊。那么多小活，走的就是数量制胜的路线，手术难度低，死亡率自然也就低，就是没什么挑战。你说谁手术难度？好了，天天因为这种事儿吵，不觉得烦吗？江百烈，哎，你去排一下手术。好。其他人走，准备查房。刘院，院长，院长，我不做。你不会不知道薛振伦是谁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是在国外，不是在南极。那你为什么不做呀？薛老可是外科协会的荣誉主席，你把他做好了，他说一句话，可比别人说多少话都顶用。上一次峰会主讲人的差事没了，很多人质疑你，这对你就是一次好的认可，对整个安和医院的认可。你要知道，仁外的心外科有多强大，仁外的老院长选择来安和做手术，这是对我们多大的信任和肯定。给薛老做手术，多少人求之不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手术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做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不想做。我去查房了。哎，我把薛老安排在了 VIP 病房。我跟他说，唐佳瑜做个急诊手术，做完了就去看他。我还嘱咐 VIP 病房的人，不要让人去打扰薛老。哎呀，我就怕薛老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在我们医院做手术，那咱们就让老前辈失望了。你有没有办法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那么小声说话呀？这屋里就我们俩人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你是医务处处长，这事儿事关到医院的荣誉，这事你必须得管。这样，你再劝劝唐佳瑜。
欧阳，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。说吧。我已经说完了。啊？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，就是这句话，不然我还能说什么？那你去找刘峰，你告诉他，研发一个时间机器，让他自己坐着这个机器回到20年前，让他不要选胸外科，选择心外科，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给薛成文做手术了。我要真有时间机器的话，我就回到刚请他回安和的那一天，我抽自己一个大嘴巴，告诉自己别自讨苦吃。你来找我，不会是仅仅为了吐槽吧？这次你必须得帮我，唐佳瑜必须得做这个手术。唐主任，你回来了？哎，又去垃圾分类啊？啊，今天怎么在医院没看见你啊？哦，我今天排的都是神脉的手术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。怎么不管用了呢？易主任。唐主任。啊。怎么了？你做饭了吧？啊，做了点便饭。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吃了2次你做的饭，我现在吃食堂饭都不适应了。要不然以后我雇你当厨子吧，我挺有钱的。可以啊，我正好挣点外快。你怎么不吃？啊，我不饿。我这不是心想让你吃饱了以后不生气吗？免得让我也去做那个时间机。刘峰派来的吧？不是。其实我也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不肯给薛老做那搭桥手术啊？薛老这人我见过，人挺好的，无论是做导师还是做医生，他都是很值得让人尊重的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值得吗？他是别人的榜样，但不是我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会到国外受了那么多罪。你认识薛老？我当然认识他了。我估计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吧？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，就根本不会这么厚着脸皮让我给他手术了。哎，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做实习医的时候，薛正伦在附属医院做了一场公开的手术。开放生主动脉。我后来呢，就给他写了8页纸的长信，我说，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他这样的心脏外科医生，然后希望在他的门下学习研究生。哎，怎么样？那后来他回你信了吗？回了。回啥？ 8个字：不收女生，请勿尝试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他怎么那么记仇啊？都20年前的事儿了。行吧，那我去跟薛老解释一下。一鸣，谢了。进来。薛老。啊，刘副院长，您休息呢？没有。这住院还看文章，多伤神啊！哎呀，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嘛，看看国外的研究发展，也练练脑子。
要不废了。薛老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说。是这样，能不能给您换个主导？还是得盯紧点儿。知道了，主任。用量变吗？啊，看病人的耐受能力吧，加点量。好，主任，那我去 ICU 了。唐医生，我是谢正伦，你好。你们刘副院长讲，说你回来要做2次开胸，所以我就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血已经止住了。那就好。作为心外医生，能听到这几个字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再见。唐医生，请等一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给您手术的。就算我薛正伦死了，你也拒绝主这个刀吗？心脏搭桥是不会死人的，除非你的心功能……我做的不是搭桥手术，我得的是心脏血管肉瘤，心脏的癌症。这个片子啊，是3个月之前拍的。我现在的自我感觉就是梗阻症状加重了。我估计啊，现在这个肿瘤比片子上要大。哎呀，给病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，到头来我的心脏出了这么大的毛病。老天爷这个玩笑开得太残忍了。手术会非常难，肿瘤长的位置很刁钻。这颗肿瘤对所有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噩梦。不过，就我对心外科医生冒险的本性的了解，这颗肿瘤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因为越危险的东西越有意思。唐医生啊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既然你对往事耿耿于怀，不如呢，先把这手术呢接下来，用事实证明，当年就这儿说就行。这个病人已经昏迷了8个月了。没事儿。如果咱们说话的声音能把他叫醒的话，那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奇迹。嘘，说还是说？啊，那我说了啊。昨天发给大家的 CT 都看过了吗？看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薛老竟然得了这么个病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到咱们安和来治疗。他肯定有他的考量。我打算接下这台手术。不过他有一个条件。就算这个手术可行，我同意做这台手术，可是仁外医院的人他们会担心你。仁外根本就不知道我病了。你们刘副院长也是只知道我是来做搭桥手术的。哎，如果让他们知道真相，那就糟糕了。所有的人就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所有的人都会提出他们自己觉得正确的手术方案。那我这手术我就做不成了。所以啊，必须得保密。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呢？只要手术之前
能瞒住就行了。主任，薛老那张 CT 是3个月之前的。对呀，起码得拍张新的 CT 给我看看。这个我会想办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会是一台非常艰难的手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想到合适的手术方案。但是实际情况我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，不愿意参加没有关系，啊，可以退出，只要保密就行，没有必要勉强。主任，我想去学习，我也去。哎呀，按照惯例，我铁定是要退出的，啊。但是，谁还没有个偶像啊？你看什么？那个老头真的很厉害的。你呢？我肯定是跟大家站在一起的，我也去。好。但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廖晓波是个危险因素，他怎么办？主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最近给廖主任多排排手术，让他在手术室里待着，他这样发现的几率会不会就要小一点？是个好办法。那明明呢？外聘病房的护理我亲自来，护士这边你也可以放心，不会泄露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最后还是要小心。汤主任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神外，不是心外。主任，你刚才说 CT 的事你来安排，你是怎么安排？病历上就写关美搭桥，薛正伦去做检查时小心点，不要被看到，这样就差不多能瞒到做手术之前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那还需要在做 CT 的时候支开 CT 室的人，你一个人做不来。我可以。你不可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叶主任，9号手术间插管出了问题，叫你赶快过去一趟。啊，好，啊，走。已经开始锻炼肺功能了。哎呀，做这么大的手术，没有好的心肺功能，那真扛不下来。好在我呢，平时呢都锻炼身体，除了长了这么个肿瘤，各部件呢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希望是这样。这位是龙医生。薛老你好。我们2个带你去做 CT。崔主任一直打电话让我回诊，我让他找曹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支开了 CT 室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没发现。我问的是检查结果。其实情况不太好。肿瘤居然长得这么快。你看这边边界已经模糊了。主任，如果现在已经转移了，其实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陶主任，今天排了您2台手术。不是你们干嘛去了？一早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声。江美丽，这病历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病历现在怎么锁了？只有唐主任能看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前面那句。啊，今天排了您2台手术。哎呀，不是说不让我做手术吗？哎呦，您快起价吧，2台换瓣，我跟您搭伙。周达已经在消毒铺单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做手术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哎，江美丽，这个新病人的事儿，别瞎打听，快都等您了。那看来啊，得必须排除是否转移，然后才能考虑手术。要检查是否转移，必须要先做放射性核素全身扫描。哎呀，那就是靠核医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不像 CT 啊，核医学的人没法撵走啊，那就瞒不住了。昨天你劝我给你手术的时候还那么坚定，
今天遇到这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。你有办法？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担心。CT 室的事儿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明白。唐主任。你是哪位？唐主任是吧？您比医院网站上的照片漂亮。啊，我是《医疗世界周刊》的记者黎英，我们之前打过电话，预约过采访的。主任，我把病人送走吧。我们什么时候约过采访？哎，那位病人怎么好像仁爱医院的？黎记者，你说的采访我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很抱歉。哎，唐主任，采访您主要是因为人工心脏研发，现在国内各大心脏中心不都开始研发人工心脏了吗？那听说您也加入研发大军了，我们的采访不是正好给你们造势吗？我对造势不感兴趣，研发就是研发，不好意思。唐主任，进。主任，我问了，核医疗那边只有李主任在。李主任是哪个？就是那个，说了你也不记得。但是啊，我知道我叶师兄跟李主任很熟，要不……这件事情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行。实在不行，那就只能直接送去治疗，在隐瞒病情和治疗之间，得选后者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一鸣哥，你回来了啊？出差顺利吗？哎呀，你一见我就说出差，这出差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就知道回3个字：在手术。你这么冷淡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到你呀？黎英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拿你当妹妹看的。小的时候，你爸还经常带你上我们家来玩呢。那小的时候是妹妹，长大了就不能是女朋友吗？让小夫猜。黎英，可以了啊。说吧，来医院干嘛？我能干嘛？当然是采访了。叶主任，你能不能赏个脸，跟小妹妹一起吃个中饭呢？哎，先别着急拒绝啊！我刚在别人那碰了钉子，正在沮丧呢。碰钉子？谁啊？就新外新来的那个主任唐佳瑜。唐佳瑜。对了，黎英，你说你在唐主任那儿碰钉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医院找他，是要做人工心脏相关的报道。那别的那些医院，他们都可欢迎这种宣传了，没想到到他这儿，他给我一口回绝，气死我了。哎，他今天好像带着一个老头去 CT 室做检查，那个老头长得很像仁爱医院的薛老院长，真的很像。我还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CT 室的事儿不能外传，这一听就是有问题啊！我在医疗周刊待了这么久，我最知道医院这些小九九了。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，接薛老的手术？还不是拗不过刘峰吗？就是个搭桥。真的只是搭桥吗？那不然还能是什么？以你的性格，如果只是搭桥的话，你不会亲自带薛老去做 CT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和龙向东把 CT 室的人支开了。薛老绝对不是普通的冠心病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。是心脏血管肉瘤，瘤子长得非常快，病情进展这么迅速，很有可能会转移。这台手术你不能做。
为什么？你昨天还跟我说，薛正伦，抛开他这个人不说，他是那么多人的榜样，这个手术应该做。为什么现在就变了？你不知道事情的轻重，像薛老这样的老前辈，万一……还有仁外医院，朱伟宁和顾英雄，都是国内心外最有分量的大咖，他们都是薛老的学生。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两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鸣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虚伪了？我虚伪？昨天你知道是搭桥，还劝我这个手术要接；今天知道是恶性肿瘤，又不让我接了。我问你，今天不管他是薛正伦、张三还是李四，他在我这儿只是我的病人而已。我同样想问你，昨天你们俩是不是有旧怨？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怨恨就没了。你这么想做这场手术，难道不是因为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罕见病，手术难度极高，你想挑战它，不是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受益的是不是他？要是失败了呢？要先确定肿瘤是否转移，才有手术的可能性。你能骗过 CT 室，但核医学科就不行了。我猜的对吗？跟我走吧。你现在不觉得冒险了？很冒险啊。那你还把自己小进来？因为你不会保护你自己，得有人帮你。一鸣，做完了，等结果吧。病人的身份和病情，希望你放心吧，我懂。希望不要转移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老秦，我跟你说啊，好几天没上手了。今天这2台手术啊，真是太爽了。好，你是爽。哎呦，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。你呢，天生受累的命。别说是2台手术了，就是20台手术我都不怕。这就是外科医生的职业素养，这个你不懂。哎，老钱，你们上午干嘛去了？没干什么呀？还藏着掖着呢，不就是薛正伦找你们做搭桥吗？还至于吗？哎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手术室的人都说了，说看见薛老在 VIP 病房呢。哦，哎，你说，这个唐佳瑜可真够走运的。他这也算是攀上高枝了吧？哎呦，那什么，我待会儿还得去 ICU 病房接周达，我先眯会儿去啊。不是，我看这全科呀，就你最娇贵，上岁数了嘛。行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等退休了我。哎呀，廖主任。哎，这个是 CT 室补发的检查结果。行，你去吧。嗯。占位性病变。这不来搭桥的吗？怎么来了个占位性病变？右心房巨大，占位性病变，大小95毫米乘以74乘以45毫米。他肯定是用假病历来掩盖薛老的真实病情。如果咱们举报他，他这个中心主任的位子肯定就坐不稳了。这次就算了吧。哥，你是不是因为那次手术他帮了你，
所以那倒不是，我只是不愿意得罪新元老。哎呀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呢？薛老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核素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肿瘤没有发现转移，可以做手术了。可以手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看看我这。这肿瘤位置长得是真刁钻啊，根本没地方下刀。这个肿瘤标本取下来，应该也不小吧？办法一直有，其实就在眼前。心脏自体移植，肿瘤的位置已经决定了，不可能按常规的方式把它切除干净，所以要把心脏整个切下来，然后切除肿瘤，再用牛心包修补左心房，然后把修补好的心脏放回到病人体内。这比普通心脏手术可是要难得多呀！而且以薛老的年纪，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手术也是个问题啊。术后恢复也不容易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这个是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。手术指征评估合格吗？合格了。我就知道可以，老头现在天天练心肺呢。刚才我给他做术前访视的时候，我就问薛老，我说你不觉得做心脏自体移植过于冒险了吗？他说是很冒险，但也是目前最好的方案。他来安和找你手术，是为了求生，为了活下来。等我给他手术成功之后，让他看一看我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明天早上，手术室见。手术室见。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主任，挺好，挺好的。那我们准备去了。去吧。薛老说他要跟你说两句，才开始做麻醉。你还要叮嘱什么呀？是让我注意什么术前的步骤吗？嗨，没有。手术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当初我没收你这个学生，挺遗憾的，向你道个歉。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没有必要再提了，已经过去了啊。说还是要说的，当初没收你啊，不是因为歧视女生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反正都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。顾英雄、朱伟宁他们那个时代也快过去了，而你这个时代刚刚开始。在你们这一代的医生当中，你是可以留下名字的那个。到时候，平庸的医生会记得你。优秀的医生会尊敬你，病人会指望你，可以说前途无量啊！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好了，该做麻醉了。可以麻醉了。好。薛老不紧张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手术室我太熟悉了，就像我的家一样。我喜欢这儿的味道。
开始了。消毒铺单吧，我去刷手了。什么？术式是心脏自体移植？唐佳瑜，薛老不是做搭桥手术，是心脏自体移植，他的诊断是疑似心脏血管肉瘤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这么大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叶一鸣，你也瞒着我，你们俩胆子太大了！马上停止手术，把薛老送回人外救治。现在胸已经开了，怎么停呢？太莽撞了，刘副院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手术，你在这儿影响我们手术，你可以出去吗？胸已经开了，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手术后你们俩到我办公室。继续手术，给肝素上体外循环。便当。镊子，剪刀，心脏切除完毕，冰盆准备。黄主任别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是薛正伦的心脏。送去活检。换手套器械。心脏归位。喂，唐主任，活检确认是心脏血管肉瘤。没问题，完成大血管缝合，开放生颅内，心脏复跳，可以关循环了。麻醉，给鱼精蛋白中和肝素，我再查一遍出血点，就可以准备关胸了。我来关胸吗？我来吧，这次我来缝，尽量缝得漂亮一点。血压骤降，肺动脉压增高。可能是鱼精蛋白过敏，我现在就给肾上腺素1毫克。上肝素吧。好。快冲去体外循环。氧气。再拿一支肝素。血压非常不稳。